上海真的没有人喽！以前周末的时候来小上海步行街，哎呀我去，根本擠不动啊，净看人头了一天。现在你看，天哪，除了保安就是老板，闹，根本感觉扔棍都砸不到人呐。太嚇人了！之前廣西北路、南京東路旁邊這一排天天在排隊的，現在都是空無一人了。房租太貴了，租客壓力太大了，全部都空出來了。2026年初的上海，南京東路與淮海路的霓虹燈依舊閃爍着。然而，如果把目光從主幹道移向一旁的側街，映入眼簾的卻是密密麻麻的鋪位招租廣告。曾經是一鋪難求的購物中心，如今卻是人流稀少，顯得格外的冷清。有數據顯示，上海甲級寫字樓高端商場的平均空置率已經逼近了23%的高位。即便是在核心商圈，租金也在持續環比下滑。因為在上海經營了5年奶茶店的業主，在關閉最後一家分店時表示：“別開店，千萬別開！現在不是錢難賺，是大家根本就不打算花錢。即使是有錢的階層，也在捂緊錢包。”現在是晚上7點多鐘，沒事在光明街上轉一圈，看一看。目前人非常的少，真的印證了那麼一句話：守店比守寡還難，空空蕩蕩的，這生意怎麼做呀？人都沒有了。給大家再看一下晚上7點多鐘街上的目前現狀。這竟然是上海人民廣場的迪妹購物中心哦，它曾經可是上海潮流圈的聖地，90後幾乎無人不曉。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當年年輕人的網紅打卡地。可以說它的客流量絲毫不亞於南京路。這次故地重遊，沒想到店鋪全部都關了，人去樓空的蕭瑟冷清。這裡的保安大叔跟我說，前面有一個新迪美，不過你要走250米。我好奇，想去看看新迪美是什麼樣子。博主說，走到那裡，他發現幾乎全都是2次元主題，都是一些動漫的衍生品，還有動漫的服裝，感覺他們是在靠這種新興的產業去救場。但是那裡的生意依舊是很冷清，幾乎是沒有什麼客流量。博主不禁感嘆，真是10年河東，10年河西。往年是熙熙攘攘的商鋪，如今卻是門可羅雀。可能不只是上海是這樣，其他城市大概也都在經歷類似的倒閉潮。農村夫妻在上海花300多萬買房，面臨被裁員降薪，想賣掉老家房子硬扛上海老破小，到底值不值？滬漂20年在上海買了這套72平老破小，但因為扎下根了，可房子還沒捂熱，他被裁員，我被降薪，每月1萬多的房貸瞬間成了催命符。看着銀行卡裡僅有的餘額一天天減少，我慌了。如果還是不能增加收入，上海這套房子恐怕要保不住了。夜裡翻來覆去睡不着，想過斷供回老家，可不甘心20年的努力打水漂，打算賣了老家的房子，湊3年月供，總能扛到回暖了吧。博主說，老家房子是她與老公最後的退路，如果賣了，孩子就要回農村上學，未來很可能重走他們當年的老路。可是呢，如果不賣，他們又不得不面对房貸斷供的風險。她無奈地感嘆，這種心酸誰懂呀？你發現了嗎？上海已經徹底的變了。我感覺呀，上海正在悄悄的變窮。年前很多人說愛上海，年後就提着行李箱跑路了。最近跟一起來上海的朋友打電話，想喊出來聚聚，一問才知道他們回老家了。他說在上海呀，6000多的工資是常態，房租2、3千，吃喝2、3千，基本上就是月光了，根本不敢出去玩呀。真的是消費降級的時代來了，10幾塊的快餐呢，成了成年人的救命稻草。博主感嘆道，以前每到夜晚，商場裡到處是聚餐社交的年輕人，熱熱鬧鬧的。可現在呢，店面比顧客還多，整條街透着一股冷清勁兒。到底是上海這座城市變了，還是現在年輕人都活明白了呢？27歲滬漂女生已婚未育，找工作是真的難如登天。大家好呀，從7月份到現在，我已經失業整整4個月了。畢業5年多，一直在做行政。現在發現這個看似穩定的崗位正在對我關上大門。現在年齡逐漸往上走，做行政真的是不太現實了。
連 HR 都直接說行政崗更傾向於應屆生。其實這個道理一直都清楚，只是真正面對現實的時候還是會有點慌。這段時間試着跳出舒適圈，投了一些看似不相干的崗位。在評論區裡，一位網友留言：我一個朋友也是人事，他說如果應聘者是已婚未育，幾乎等於是被淘汰。那麼今天面試就到此為止，沒有必要再說下去了。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上海現在人比以前少太多了。我刚下樓去吃飯的時候，整條街的飯館一個人都沒有。菜場阿姨說買菜的人少了一半，外賣小哥更懵了，以前一天可以接50單，現在連20單都沒有。從上海到成都，從南方到北方，都在說人不見了。這幾億人到底去哪裡了？周末去商場，以前排長隊的奶茶店沒人了，電影院場次砍掉了一半，小區樓下的早餐攤、理髮店接二連三的貼出轉讓。博主說，如今上海地鐵連早高峰都不擠了，以前搶破頭的座位，現在隨便挑。有人猜是因為打工人都回老家了，可县城朋友卻說，我們這商場也沒人，冷清到只能遛狗。上海剛買房的我，公司又迎來了裁員風。今天快下班的時候，旁邊的同事突然和我說他被裁了，明天是最後一天。我心裡猛地一緊，突然有些害怕。我倆是差不多時間來的這家公司，一起工作也有2年多了。他就这麼被裁了，我也感覺到了自己的危險。我因為哺乳期的緣故，暫時還算安全。每年年底，公司都會有這麼一項人事變動，開始裁員。公司為了降本增效，在武漢創辦了子公司，新招人都是在武漢那邊招，因為人力成本相對低，上海這邊的人只會越來越少。博主坦言，她心裡還是很擔心，因為她與老公剛在上海買了房，背負着一大筆房貸，又有了寶寶。她的月薪是19000，老公小李是16000。如果她一旦失業，家裡收入就會驟然減少，這對一個家庭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風險。我被裁了，84年41歲，失業，中年女性，這3個標籤組合在一起，懂的都懂。但我今天不賣慘，我想聊一聊，當那艘我待了18年的外企大船沉沒的時候，我是如何從身份迷失中游上岸的。2007年，我以管培生的身份進入到了一家外資銀行，一路走來曾經風光過，從一線幹到他當時規模最大的網點，擔任支行行長一職，管理超過40億的資產，也低調過，退居中後台做風控。博主起初覺得委屈，畢竟自己在公司工作了18年了，卻一下子被裁掉，心裡不是滋味。然而當他走出公司大門時，他突然間想明白了，一段旅程的結束也意味着另一段生活的開始。離職以後，他給自己放了2個月的假，去感受生活的變化，去思考未來的走向。被裁員並不代表失敗，只是大環境下行時企業的無奈之舉。熬過寒冬，希望或許就在眼前。現在在上海掙錢有多難呢？之前都說上海遍地是黃金。我昨天去買了一個雜糧煎餅，然後就跟這個攤主聊天聊起來，他說現在查的特別嚴，有可能是因為年底。前天早上他賣了100多塊錢，結果被罰了210。我說這麼狠嗎？他說對啊，沒辦法，這不僅把成本虧進去了，還要倒貼。然後我說那能不能就是租個店面，這樣子會安全一點，你就是安心掙錢嘛。結果他說不行，因為他問了一個很小的店面，在上海房租就要6000，而且不包水電。博主悠悠說，這樣一算，一天成本就200多塊，這那麼點錢根本就不夠，基本就是在給房東打工。又問攤主，城管來檢查的時候能不能跑？要是能跑掉不就行了嗎？他說不行，根本就跑不掉，前後都有人在堵着。又有直呼太難了。攤主說他中年失業，家裡上有老下有小，還供着2個孩子上學，迫於生計才出來擺攤。聽了他的話，又心裡特別不是滋味。我們的中年危機似乎比別人來得更早一些。我和老公都42歲了，我全職了3年多，老公這2年也一半的時間在工作，一半的時間在休息。我們還有2個上小學的孩子，很多人讓我們回老家。滬漂了10幾年的我們，一路走來並不容易。
現在我們靠自己還完了上海的房貸，老公通過人才引進解決了我們一家4口的戶口，老公以公司內推的形式離職，每月有一部分收入能滿足我們家基本開銷。沒到可以躺平的年紀，但工作真不好找，去擺攤吧怕苦，開店又怕虧。博主楠楠說，老公偶爾去跑跑外賣，想掙點外快順便散散心，結果去了之後一上午只跑了幾單。其實婆婆一直在反对，因為前2年老公的舅舅在上海骑電動車出了意外，家裡人總歸有些是不放心。相比之下，楠楠倒是挺淡定的，就當是老公出去散心了。老公能夠鼓起勇气去送外賣，她其實挺佩服的。哎呦喂，为什么现在上海市中心的上海人那么少了？包括在上海市中心很难听到上海话。这里是上海的文庙地区，以前这里很热闹，但是现在，对吧？这里大面积的都动迁掉了，这里马路上人都几乎看不到。这里是寿林路，曾经的小龙蝦一条街，曾经这里從晚飯開始到第2天凌晨都很熱鬧，但是很多年前這裡就動遷掉了。上海的新天地，這周邊許多老房子了，裡面的原住民，對吧？幾乎都動遷掉了。新天地附近的這些新建住宅，裡面上海人的比例也就佔了20%到30%左右。但上海90後夫妻自從雙雙被裁員降薪後，一家3口生活費從2萬降到3000，是如何生活？我們一家3口目前在上海住在這個不到60平的小房子裡，老公之前一直在互聯網方面的工作，我在一家單位做行政，受這2年大環境影響，今年我倆雙雙經歷2輪裁員風波，工資也降薪30%，讓我們感到更焦慮的是，近半年家庭收支一直是只出不進的狀態，工資拖欠只是沒有發放，面對每月8000塊錢房貸和孩子4000元輔導班費，一個月不吃不喝也要1萬多的開支。自從工資流斷後，平時除了孩子換季衣服，我2個人消費基本為零。漂3年，除了同事，我居然一個新的朋友都沒有。以前覺得公司和出租房2點一線挺舒服的，今年突然發現自己好像生鏽了一樣。工作一整天可能只說過一句話，就下地鐵的時候說的，不好意思，借過一下。真的很想問問大家，從外地到上海來工作，你是怎麼去認識一些除了同事以外的朋友的？我是從貴州到上海工作有了快3年的時間，這期間除了同事，基本上是沒有認識到新的人，更別談成為朋友這樣的關係。我通過這幾天，我發現啊，上海大街上真的是人越來越少了。就是我今天去城隍廟，我發現他那裡真的人很少很少，比我2018年的時候人可多了。那裡買包子的排老長隊了，我發現真的，我發現上海可能經濟確實沒有以前那麼好了。我甚至都有點想念我的大重慶了，怎麼辦啊？但是現在呢，確實就走到了這一步，我又不能退縮，馬上又要過年了，所以說我今年還是得待在上海，真的，哎。又亮，上周有個面試，聊得還挺順利，沒想到還是沒通過。順嘴問了一句 HR 不通過原因，卻被告知是公司機密，真的是心酸又好笑。魔都這就業市場也太魔幻了。說實話，最近真的有點扛不住了。都說越挫越勇，可面試一次又一次不通過，人真的會自我懷疑。有些時候在想，到底是我能力不夠，還是年紀大，還是說反正真的這麼慘？天又塌了，人都少了這麼多了，還搞什麼房價軟着陸？你要是最近看見結婚率和出生率又創新低了，按這個情況發展下去，可能2045年啊，我們國家的人口會驟降到5億。沒有大量的人口，這個房子到底賣給誰呢？都沒有人買，還保什麼房價？我在上海不是做住貸的嗎？現在上海的平均價格相較於之前啊，下降了非常之多，但是新購入的房產人呢非常之少。我覺得當務之急啊，需要保住人口，只有保住了人口，房價才能保住。大家怎麼看呢？打在評論區。你們有沒有發現，今年上海的人呢越來越少了？有大把的房子呢也租不出去，路上呢也不像以前那樣人那麼多，反而有的時候感覺是有些冷清的。比較火的職業呢，也就是代駕、滴滴啊、外賣小哥。其實這種的話，其實工資也沒有多少，月薪1萬的話，在上海扣掉水電啊、房租啊，其實也沒有多少。你們說這樣的上海，我們還有機會嗎？我幾乎沒朋友了，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失業了。一個沒有工作的人是不配擁有社交的，出去說話也沒有什麼底氣。我決定開始拍視頻，是因為我太孤獨、太無聊了。我想找到那些和我同樣處於人生低谷的人，同時我想用鏡頭監督自己，好好吃飯，別熬夜，日子再難也要正常過。
這些視頻會是我真實的生存日記，沒有腳本，沒有表演，只是真實的記錄一個普通人在暗淡的日子裡如何一步步慢慢把自己打造起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